上集说了4种：窗边控、墙角控、社交枢纽加中央岛桌控、战术性撤退位。今天下集我们把剩下3种也聊完。然后最后那一种，我希望你看完这集，下次遇到饭局，你会记得我说过这件事。先从最让人心疼的那个开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每一群人里面都有那么一个人，他坐的位子一定在出菜口附近，整顿饭最忙的就是他，才一上来帮大家分，有人要嘉奖他先站起来呢，盘子空了他提醒服务生，整桌都说你好贴心，然后他笑着说没有啦。等等，这不就是那个工具人吗？好啦，我开玩笑的。但说真的，这类人选出菜口旁边，真的只是因为方便吗？心理学上有个模式叫做角色占据型社交 （Role Occupying Socialization）。这类人在社交场合感到最自在的状态是手上有事做，脑子有任务可以执行。一旦他停下来，就不知道怎么在这个桌子上只是存在着了。所以他不是真的很贴心，他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纯粹的跟大家聊天，所以选择用服务来填满那个空白。贴心是真的贴心，但贴心的底层动机是在回避只是待在这里可能不够好这个焦虑。他需要一个角色才能在一群人里面感到自己有位置。这听起来有点心疼吧，但也是一种提醒，你不需要表演才值得被留下来。对，如果你发现自己每次聚餐都在帮大家服务，不妨偶尔让自己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坐在那里笑着看大家说话。你会发现，就算没有那个服务员的角色，这桌人也是欢迎你的。心理学补充：角色依赖型社交与高功能焦虑者的关系。过度付出，用忙碌填补社交空隙，往往源自我只有够有用才值得被喜欢的深层信念。好，现在轮到我亲自开示，因为第6种就是我自己。我喜欢坐在能看到餐厅入口的位置，不是正对着门口那种，那太刻意了，感觉像在等人。我喜欢的是在餐厅中段靠边，能斜着看到入口，但又不是整个人都暴露在外面的那种。然后在同一桌，如果人多桌子大，我会挑好进出的位置，边缘靠走道那种。如果人少不超过6个人，我反而喜欢坐中间，方便跟每个人说话。但这个中间仅限于我真的喜欢的人。如果是喜欢的朋友，我有能量给到所有人。如果是那种身不由己的场合，我反而会选边缘位，或是找一个我比较熟的人坐他旁边，然后悄悄地把能量用在那个人身上，而不是整桌的人。这叫做选择性社交投资。你很清楚自己的能量在那个场合是有限的，所以你做了精准的资源分配。但最核心的还是那个，我需要看到入口。我以前以为这只是我喜欢观察人，后来才意识到，我其实需要的是掌握谁在这个空间里这件事。知道有谁进来了，有谁离开了，我的大脑才会觉得，好，这个环境我是清楚的，我可以放松。心理学上，这是高觉知性格 （High Sensitivity Personality） 的典型表现之一。对环境的变动有很强的感知，而这个感知需要被满足，你才能真正进入社交状态，而不是一直有一部分的注意力在巡视环境。这种人通常自律、独立，不喜欢被环境困住的感觉。坐在中段靠边，前面是整个空间，后面是墙或隔板，既是参与者，又是监督者，还保有随时可以行动的主动权。这个位置对我来说就是我在这里，但我也可以随时去任何地方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猫？你说这话我怎么接？不用接，我只是确认我没看错你。心理学补充：高敏感人格 HSP（Highly Sensitive Person） 占人口约15%到20%，特征包括对环境刺激高度觉知、深度处理讯息、对他人情绪敏感。这类人需要环境清晰感，才能放松投入社交。好，最后这一种是我希望你在看完之后，下次饭局上能记得的事。注意，这一种不是你主动选的位子。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去一个职场餐叙或客户饭局，有人说，来，你坐这边，然后你就坐下去了，
结果你发现你背对着大门，正对着主管或对方，整顿饭你都有点不自在，但说不清楚为什么。因为背对大门是餐桌上心理防御值最低的位置，你看不到谁进来，你不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，你的注意力被迫全部集中在眼前这个人身上，而眼前那个人正在轻松地看着整个空间，包括你。这不只是视线不对等，是资讯的不对等。他知道你身后的状况，你不知道，这在潜意识里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压制。如果这个安排是老板做的，而且他特别叫你坐他的正对面，背对大门，那不是因为他觉得你重要，是因为他需要你在他的完整视线控制之下。听起来有点可怕，但你需要知道，知道了你就不会被这个局带着走。那如果你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了，3件事：第一，少说多听，不要在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过度表态；第二，多喝水，这不是玩笑，饮水的动作会让你有自然的节奏停顿，避免被带入对方的叙事节奏；第三，注意这个人是不是每次都安排你坐这里，如果是，这是一个信号。如果可以选的话，先到场，选一个靠近出口，能看到入口方向的位置。如果真的被安排了，至少让自己侧身微调，视角偏一点，让身体不要完全正对着它。这个小动作可以在潜意识里帮你稍微平衡一下那个压制感。做对了是保护自己，做错了要懂得调整。好，今天我们把7种餐厅选位性格全部聊完了，从窗边控、墙角控、社交枢纽型和中央导桌控、战术性撤退位类型、出菜口旁边位类型、入口观察者型，一直到背对大门的权力结构型。回想一下，你最常是哪一种？或者在不同场合，你是完全不同的那个版本？这个答案其实没有好坏，每一种选位背后都有它在保护你的方式。重要的是，你知道为什么你选的是那个位置。知道了，你就不是被本能带着走，你是在做选择。下次去聚餐的时候，试着做一个实验，刻意换一个你平常不会选的位置，坐下去，观察自己的感受。你可能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。然后记得来留言告诉我你的实验结果是什么。但如果你觉得餐厅的选位只是小事，我需要告诉你一件事：餐厅选位，背景是你选的场合，你选的人，你有相当高的控制权。但有一个地方你没有那么多选择，那个位置却足以决定你在别人眼中的分量。你的发言有没有人听？你是主角还是背景板？那个地方叫做会议室。会议室里的座位不是在选舒服，是在选你在这场权力游戏里站哪个位置。那是一整套完全不同的逻辑。我们下一集开会该坐哪？会议室里的隐形权力图会完整告诉你，做对了，你的发言权可以提升5成；做错了，你说的话可能一句都没人放在心上。所以，如果你有任何一场重要的会议，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等下一集。这期先分享给那个每次开会都说随便做，然后被边缘化的朋友，帮他一个忙。他大概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那个座位定义的。